啊，牙医，你怎么了？天哪！啊，牙医，要不要我扶你去那边的椅子上休息一会儿？我没事，刚才不知为什么突然头晕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难道是因为过山车？不知道啊。应该不是吧？牙医在上面的时候明明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！啊，刚刚就只有你在尖叫，吵得布柔尼耳朵都疼了。原来如此，肯定是因为提安娜叫得太大声，牙医姐姐才会不舒服吧？喂！那牙医姐姐还要继续玩吗？当然，这不是我们上个月就约好的事吗？至少长假可是很难得。还是说，提安娜其实已经玩够了？啊，我当然没玩够，我还能再玩一整天，不对，是再玩一星期呢。笨蛋提安娜，明明是牙医姐姐看你还想继续玩，才故意那么说的。布罗尼亚。提安娜、布罗尼亚，下一个项目你们想好要玩什么了吗？不如我们看见什么玩什么好啦，这样最省事。布拉尼亚呢？布柔尼亚没有意见。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应该还有很多我们没有玩过的项目。那我们出发吧，希望都不用排太久的队。可爱的少女们，我刚刚似乎听见你们在讨论玩什么的话题，对吗？啊，是的。不过我们也没讨论出什么结果，所以决定随意一点，走到哪儿玩到哪儿。哎呀，听起来很不错呢。不过这里有那么多项目，只玩一条路上的，会不会太可惜了？我是说，如果没有专业人士帮忙，你们恐怕要在排队这件事上浪费好多时间，可能等体验完这一路，大家都要下班了。所以，这位不知名的小姐，你就是来帮忙的专业人士吗？答对了，你可真聪明。如你所见，我就是这座游乐园的专职导游，主要负责的工作呢，自然是为可爱的女孩子们答疑解惑，并带领她们享受美妙的游乐时光啦。可是我们并没有在入园时申请导游啊。现在申请也不迟啊。啊，看见那边的智能导览机了吗？在主界面的人工服务选择5星导游妖精小姐艾莉西亚就好了，是不是超级简单？就像这样，这样，看，现在只需要扫码就可以了。等等，请让我们先考虑一下。笨蛋天哪，你难道不觉得他很奇怪吗？你这么一说的话，好像是有点儿。牙医呢？你怎么看？我想，刚刚有游客提到的超级漂亮的导游，应该就是他吧？从外表上看，他确实符合描述。至于他的态度，我印象中的导游似乎都是如此。这样啊，看来牙医还是挺想要导游服务的，对吧？既然牙医这么说了，那艾莉西亚小姐，之后就麻烦你了。
能帮上你们的忙是我的荣幸。这么说来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位漂亮的白发小姐呢。我叫 Kiana 卡斯兰娜。月光女神吗？很好听的名字呢。嘿嘿，谢谢，你的名字也很好听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所以，要不要来猜猜看，艾莉西亚的含义是什么？总感觉这个问题有点刁难人啊。艾莉西亚的含义。艾莉西亚，这个名字，我是不是在哪里？喇叭，一不留神就说了好多话。我对 Kiana 这样温柔又漂亮的女孩，果然没什么抵抗力呀。再这样下去，就算是专业人士，也不能保证让你们优先玩到想玩的项目了。总之，请各位跟紧妖精小姐的脚步，愉快的出发吧。牙医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是啊，从刚才开始，牙医就一直很沉默。哦，我只是在想抓娃娃结束后该去玩什么项目而已。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导游来烦恼吧。作为游客，牙医只需要负责好好享受这一件事就好啦。锵锵！这就是游乐园里最受欢迎的项目——抓娃娃啦！哇，好大的抓娃娃机！这根本不是抓娃娃，是抓人才对吧？波尔尼亚难道不觉得碟子更可爱、更吸引人吗？举例来说，就像波尔尼亚姐姐和波尔尼亚姐的区别一样。虽然有道理，但这不是一回事吧？细节不重要啦，就把它看作是一台特别的抓娃娃机，好吗？特别。总之，在游戏开始之前，先分配一下角色吧。牙医刚刚还不舒服过，不如就让牙医来抓我和 Bronya 好了。反正 Bronya 不可能被抓住。牙医应该去抓那边的 Bronya 才对吧？牙医姐姐居然能预判 Bronya 的行动。牙医应该去抓那边的 Bronya 才对吧？牙医姐姐，你是不是作弊了？看来我和 Bronya 差不多呢。说不定是牙医姐姐有意而为。怎么样，大家玩得尽兴吗？那当然啦，谢谢你带我们来玩。不过，艾莉西亚不一起吗？多一点人玩起来会更开心嘛。我毕竟是导游啊，万一玩着玩着就忘记了自己本来的职责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况且，抓娃娃只是会员套餐的第一个项目，像是大摆锤、海盗船、打气球这些，因为队伍都很长，
你们应该还没有玩过吧？顺带一提，我个人最推荐的项目是打气球哦。打气球吗？听起来很有趣的样子。我没问题，牙医呢？只要和你们在一起，玩什么都行。真是令人羡慕的关系呢。既然这样，那下一个项目就决定去玩打气球吧。我们到了。打气球看起来很普通呢，我以为会像抓娃娃那样有着复杂的设计。这就是牙医不懂了。少女的游戏自然要优雅从容的进行，太复杂的设计反而会破坏美感啊。少女的游戏，总觉得这种评价在哪里听过。总之这一次就是你们3位同台竞技了。哼哼，待会儿就让你们看看卡斯兰那枪斗术的厉害。重装小兔是不会输的。很有气势的赛前宣言呢。牙医不说点什么吗？不必了。原来只有我一个人把它当成游戏了吗？看来3号选手有点害羞呢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。提安娜和布罗尼亚居然这么安静，真少见啊。算了，把注意力集中在气球上吧。不愧是牙医，这种程度轻轻松松呢。啊！真是让人意外的结果，牙医说不定很有设计的天赋啊。看起来你们都有点意犹未尽呢，所以要再玩一局打气球吗？好安静啊！这2个人一开始玩游戏就一句话都不说了，会不会太认真了点？真是让人意外的结果，牙医说不定很有设计的天赋啊。艾莉西亚，你是不是重复了一遍自己之前说过的话？有吗？一定是牙医听错了吧？不，我很肯定我没有听错。提安娜、布罗尼亚，你们注意到了吗？这句话他刚刚确实重复了2遍。如果科幻电影里出现了把之前讲过的话重复许多次的人，布罗尼亚会认为他极有可能不是人类，还是所谓的仿生机器人。布拉尼亚的假设可真是大胆呀。那么你们之中有谁想来确认一下吗？比如捏捏我的脸，揉揉我的手之类的。我刚刚那样说，只是想确认这是不是导游为了提高游客满意度准备的话术罢了。真是的，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必须要怀有目的才能去做什么呢？我还以为我们已经是很要好的朋友了。朋友？总之，先不论我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仿生机器人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作为导游，我都算得上尽职尽责吧。如果就此分别，我们说不定就再也不会在游乐园里相遇了。错过了像我这样的美少女，大家不会很遗憾吗？这……为什么我的心情
所以不妨试着多相信我一点，好吗？艾莉西亚，你准备带我们体验的下一个项目是什么？看来牙医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呢，那么我也要认真起来啦。本来打算带你们再玩一遍过山车，不过聪明的导游决定临时变更计划。我们接下来要体验的可是游乐园里的隐藏项目。江江，我们到啦！可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。毕竟是寻宝游戏，如果把宝藏直接放在起点，也太没意思了吧。不过要是真的这么做了，好像也挺有独创性的。当然，万一 Kiana 就喜欢直接一点的游戏，比如扑进我的怀里撒撒娇，我也不是不可以把真正的宝藏直接送给你们啊。不要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艾莉西亚，既然寻宝游戏是所谓的隐藏项目，那我们将要寻找的宝藏又究竟是……天机不可泄露，它们究竟是什么，又特别在哪里？等你们找到以后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是需要导游帮你们作弊，给出一些有用的提示吗？牙医好狡猾啊！这种游戏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发现宝藏会更有趣啊。而且我相信牙医，如果是牙医的话，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宝藏。从版式上看，它和我们手里的游客指南不同，似乎是很早之前制作的版本。但上面没有任何污损，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。日期栏是空白的。千羽学园，我自己的学生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哦，单从是否足够特别这点来看，说不定这就是艾莉西亚口中的第一份宝藏。好吧，看来是我对宝藏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呢。不过我自己倒完全没想过会有寻回它的一天，就连它是在何时何地遗落的，都没有丝毫印象。说起来，虽然都被称作学园，但千羽学园和圣弗雷亚给人的感觉确实完全不同。我还记得在最开始，提安娜并不是为了学艺而转来的，你的目的是寻找齐格飞先生的踪迹，学生只是一个便于行动的身份而已。是啊，再加上当时和牙医不在同一年级，那时的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交集。而我对牙医的了解也仅止于那个雷电女王的外号了。所以，和乌拉尔银狼一样，在千羽学园的牙医姐姐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响亮名号吗？从某种角度来看，是挺出名的。
但那确实算不上什么好事。不过，以现在的眼光回看过去，我倒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些事了。家境富裕，成绩优异，但却沉默寡言，连上学放学都有专人接送。在任何人心中，与这样的大小姐交往，都有着不小的门槛，也必然被利益驱动。可那时的我，却把这种不正确的相处方式视为理所当然。直到家中发生变故之后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之前究竟生活在怎样的空中楼阁之上。我想，也许当初我真的只是缺少一个真正的朋友。当然，他不必在同学议论时替我出头，也不必在我忘带伞时将自己的伞借给我。他只要能在午休时和我聊聊天，顺便分享彼此的便当，那之后回忆起这段时光，至少就不至于会令人痛苦了。是啊。怎么啦，牙医？啊，没什么。既然已经找到第一份宝藏了，那我们不如快点去找下一份吧。好。感觉是布罗尼亚会喜欢的东西呢。这个模型应该也算宝藏吧？既然是宝藏，那布罗尼亚就不客气的收下了。先收起来吧。这是……牙医好厉害！刚刚的那招叫什么？它不是什么招数，只是剑道中最基础的挥刀练习，速阵而已。等等，你刚才不是还留在原地吗？谁叫牙医这么快就找到了第二份宝藏呢？怎么样，它够特别吧？作为第一次习练剑道时父亲送给我的礼物，它确实足够特别。但你不觉得，或许存放于我家仓库的东西忽然出现在游乐园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？怎么说呢？这毕竟是游戏设计师为牙医特别定制的游戏，那宝藏们和牙医相关，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啦。况且能和同伴们在游乐园体验各种项目，顺便重新拾回过去的体验和记忆，难道牙医不开心吗？
关于开不开心的话题，我感觉还可以。雅依真是个温柔的女孩呢。不过有时候坦率一点，说不定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啊。更好的结果。艾莉西亚，你说的对，有时候坦率一点，确实会带来更好的结果。牙医姐姐，你怎么了？牙医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没什么，只是有点感慨，自己居然被如此拙劣的梦境耍得团团转。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恐怕免不了会被真正的 Kiana 和 Bronya 调侃一番吧。Bronya， 我记得你说过，如果科幻电影里出现了把之前讲过的话重复许多次的人，我们会认为他极有可能不是人类，而是所谓的仿生机器人。可你口中的牙医姐姐，不就正是如此吗？而 Kiana， 你的漏洞实在太多，多到我都在无意识地为你寻找解释了。明明在我专注于玩游戏或是和艾莉西亚交谈时，真正的你都不可能像刚才那样一言不发呀。哦，看来牙医已经完全掌握反木头人的诀窍了。在我注视时给予我反馈，在我将注意力投向别处时静止不动。如此说来，反木头人的比喻确实很恰当。不过，尽管这一切都是虚假的，我还是想向你们说一声谢谢。毕竟，这里的确是游乐园啊。这种干脆的，就像谁敲下了删除键一样的退场方式，还真是一点都不浪漫呀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艾莉西亚。嗨，好久不见。虽然很想这样回答，但我恐怕不是牙医最想见到的那个艾莉西亚啊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单纯想这样说一次而已。哎呀，那我岂不是破坏了牙医美好的愿望？不行不行，我得再说一次。好久不见，牙医。好久不见。能看到牙医这么开心，身为导游艾丽的我也很开心呢。导游艾丽，这倒让我想起了妖精艾丽。虽然本职工作是档案室管理员，但在引导我的这件事上，她或许也可以被称作导游。哎，居然还有另一个我！而且从出现顺序上看，妖精艾丽似乎还是导游艾丽的前辈呢。不过在引导游客这方面，我可不会输给任何人啊。这大概是我和他们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缘故吧。等一下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忍不住就……总之，他们的确只是牙医自己的梦。他们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在画纸上为自己创造的朋友。只要牙医不再相信他们，他们的存在就会完全消失。但我还与你继承的刻印、即将找到的宝藏息息相关。虽然在感受性上不如他们纯粹，
但就现状来看，还是稳定性更重要一点嘛。原来如此，这样看，如果不是你突然出现，一点点转移了我的注意，恐怕我反而很难发觉自己正身处一场反木头人的游戏。牙医，你应该说吸引注意才对啊。你还是老样子。不过这么说来，牙医对导游艾丽这个形象的满意度的确很高嘛。难道你还有其他形象？那当然啦，我总共有13种形象，每种形象还有不止一种风格。只不过我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形象现身，那终究取决于游客自己。比如说，要是牙医与千劫的关系最深，那我就会自动变成管家千劫的形象来引导牙医啊。为什么我就猜到你会用千劫来当例子呢？话说回来，你之前故意带我去玩已经玩过的游戏，在对话中复述艾莉西亚曾经和我讲过的话，那都是为了引导我，让我意识到这一切是梦，对吧？嗯哼。不过牙医看破梦境的速度真的很快，按我原本的预期，可能要到第3份宝藏，牙医才会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呢。第3份宝藏？那是你之前提到的真正的宝藏吗？关于真正的宝藏究竟是什么，有什么用，该怎么找，又藏在了哪里，包括我为什么是我存在的意义这些复杂的问题，实际上我也完全没有头绪呢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当我们开启宝藏的瞬间，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宝藏。可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又怎么会在我刚找到主导时就……没关系，跟我来吧，我已经猜到它藏在哪儿了。猜？就是用寻宝游戏设计师的思维来考虑了。比如那里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里一定藏着什么呢。没关系，我们再往前找找吧。总觉得现在的效率反而更低了。牙医，我听到你在想什么了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牙医，这个是什么？看起来很别致呢。这是母亲替我求下的玉。导游艾丽，你……哎呀，虽然有点突然，但看来我果然还是被发现了。你早就知道会这样吗？既然如此，我们之前……如果在一开始就挑明真相，恐怕没等你想明白，我就会被梦境立刻识别为异物，进而惨遭删除吧。当然，如果用一些特殊的方式，比如突然撞进牙医怀里，再趁机塞给牙医写满真相和我的心意的小纸条，说不定也能奏效。不过，就算这个方法真的可行，我果然还是不太想选呢。既然牙医希望能在艾莉西亚的带领下，和 Kiana、Bronya 一起在游乐园尽情玩耍，那我又怎么舍得提前结束这场难得的美梦呢？虽然作为导游，也作为刻印的延伸，我恐怕没办法陪牙医继续走下去了。不过，我相信牙医，如果是牙医的话，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宝藏。因为今时今日的戛然而止，
一定是为了日后的浪漫嘛。怎么说呢？这毕竟是游戏设计师为牙医特别定制的游戏，那宝藏们和牙医相关，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啦。看来也只能一个一个的仔细研究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里一定藏着什么呢？等等，假设一切真如他所说，要是两者都没有问题，那出问题的或许是我。我真笨呢。作为游客，牙医只需要负责好好享受这一件事就好啦。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我只需要享受过程，顺便重新拾回过去的体验和记忆就好。这是……为了迎接美好，你选择改变。为了得到力量，你学会坚韧。为了身心统一，你开始成长。把真正的宝藏藏在这里，确实很有独创性。游戏的终点，亦是它的起点。
和螺旋一样，很合理，对吧？威尔薇，你好，继承了所有刻印的游客小姐。也有可能是先生。首先，我必须要恭喜你，你现在看到的指南针，它正是寻宝游戏真正的宝藏，也是我赠予你的信物。不过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那可是大魔术师的手柄呢。在大魔术师将复原折纸的想法提出后，乐土的英杰们试了个遍，可成功的也只有专家。据说连他的缪斯女神艾莉西亚本人都做不到呢。还是说，如今继承刻印的你，本质就是折纸大师？我是不是跑题了？总之，寻宝游戏的触发需要某种特殊困境，而作为你通关的奖励，我也将接续导游的职责，带你离开此地。这其中的原理很难解释，但你姑且可以记下一句话：如果我能用真实创造虚妄，自然也能以虚妄铺就真实。你既然继承了所有英杰的刻印，那么对你来说，终焉或者圣痕计划就都不是人类命运的终点。而另一件事，也就是关于它的内容，算了，我们还是留在真正的后门再行说明吧。不过，可不要太过期待哦。